从小兵到皇帝，拿破仑的崛起之路。拿破仑·波拿巴是19世纪最著名的人物，在权力巅峰时，自罗马伟大的皇帝以来，拿破仑个人控制的欧洲大陆比任何人都多。拿破仑到底是如何崛起，从小兵做到皇帝的？如今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自负的小人物，其他人则将他视为20世纪伪侵略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先驱。那这样的评价对拿破仑是否公平？拿破仑名句：一个人应养成信赖自己的习惯，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候，也要相信自己的勇敢与毅力。欢迎按赞订阅来支持我们的频道，请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将来更多的精彩视频了。感谢大家。拿破仑1769年8月15日出生于地中海岛屿科西嘉岛。讽刺的是，这个长期与意大利热那亚城邦相连的岛屿，在他出生前1年却变成了法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种命运的转折，拿破仑就永远不会成为法国公民，更不用说成为法国皇帝。他24岁时成为将军，26岁时他在意大利取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胜利，这些胜利使他成为民族英雄。他既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将军。年仅30岁的拿破仑是法国无可争议的领袖。拿破仑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一没权，二没势，但他却凭藉住个人的奋斗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不止当上了皇帝，也开创了影响整个时期欧洲史的拿破仑时代。如果追溯原因的话，不外乎2方面，首先是拿破仑主观上惊人的意志力和不断膨胀的野心，其次是当时法国出现的社会动荡为他提供了适当的客观条件。先来看主观原因。时他的父母将他送到了陆军学校那里学习当兵，在那里贫困的拿破仑常常受到周遭那些富有同学的嘲笑。终于有一天，拿破仑忍受不了这种嘲笑，写信给父亲说，这些富有的同学嘲笑我没有钱，可是谈到高尚的思想，他们远不及我。我还要在这种嘲笑中生活下去吗？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父亲给他回信说，你要是不想一辈子受人嘲笑，就在那里好好读书。于是拿破仑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过他们。拿破仑进入部队后，一直埋头在图书馆读书。在学校里，年纪尚幼的拿破仑每天只睡3-4个小时，常常忍饥挨饿，大量读书，尽可能多的获得知识和资讯。很快，他在数学上显示出了非凡的才能。后来他因为工作出色又得到了提升，有了一定的权利。这时以前嘲笑他的人都跑到他面前，成了他的忠心拥戴者。拿破仑在数学组织和地图阅读方面的天赋标志住他未来的成功。拿破仑后来说，我当时已经感觉到我的意志一定能带来胜利。意志力背后是拿破仑极大的野心。1796年春，拿破仑参军后没多久，督政府派他统帅一支军队入侵意大利。年仅27岁的拿破仑轻易地占领了北意大利。有历史学家认为，拿破仑的天才水准和战略思维仅次于蒙古的成吉思汗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这虽然是拿破仑一生事业的起点，但拿破仑的志向远不止如此。他利用占领的地盘成立了阿尔卑斯共和国，自任皇帝。然而他自己却从未脱离法国，因为他还要利用法国的力量去实现自己更大的野心。有句话叫时势造英雄。如果当时的法国国家安宁，不论拿破仑有多大的野心，最多也就只能成为最高军事统帅，根本没机会当皇帝。当时法国混乱的社会背景为拿破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是拿破仑后来能够称帝的客观原因。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国王路易16被送上断头台职，掌法国军队的贵族也被赶跑。这段动荡时期，统帅军队的人要从平民中选拔，只问能力如何，不问门第出身。由此，拿破仑获得了崛起的第一个机会。第二个机会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督政府。督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腐败、最无能的政府之一，对内无能，对外懦弱，这为拿破仑推翻他提供了借口。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799年，
法军在与奥地利的作战中节节败退，这让民众彻底对督政府彻底丧失了信心。此时，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在得到消息后，独自回法国，发动政变，这就是著名的雾月政变。雾月政变之后，法国的军政大权集于拿破仑一身。1804年，第三个机会又出现了。虽然国王路易16已经被送上断头台，但没落贵族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企图复辟波旁王朝。他们勾结英国人，试图借力外援打败拿破仑的政府，这反倒触怒了不想继续生活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民众。获得民众支持的拿破仑顺势而为，索性废除法兰西共和国，直接称帝。在当年的5月18日正式废除法兰西共和国，自任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当了皇帝之后，法国军事实力果然大大增强，不仅征服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最终促成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与法国的结盟，迫使后者接受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结果1805年9月，奥地利入侵法国盟友巴伐利亚，俄罗斯也加入其中。拿破仑和他的大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彻底击败了他们。普鲁士人是下一个考验拿破仑的人，于1806年向他宣战。1809年，奥地利人再次尝试。拿破仑没有发动这些战争，但他赢得了所有战争。1812年，俄罗斯打破原本的和平，拿破仑决定入侵，但这一次他失败了。他在冬季从莫斯科撤退，造成了超过50万人的伤亡。欧洲联合军队威灵顿公爵率领的军队彻底击败了拿破仑的军队，这就是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拿破仑一生总共参加了60场战役，赢了46场，平手7场，战败7场。他的记录清楚地表明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然而，虽然拿破仑因其军事成就而被人们铭记，但他的政治成就却是很少被人们所记得的。他对法国国内外的改革产生了最持久的影响。在法国，他制定了拿破仑法典，法典整合为法国法律的整体。他使法国教育体系现代化，并创建了索邦大学，该大学成为一所欧洲伟大的大学。他推动了巴黎的建筑热潮，这座城市的建筑，他在塞纳河上建造的桥梁和他在河底建造的下水道系统至今仍在运作。拿破仑为欧洲带来了法国大革命最好的成果——平等观念和精英管理。他将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以来被囚禁的贫民窟中解放出来，导致艺术、科学和经济创新从这个少数民族长期受压迫的地方爆发出来。因为所有这些美好的事情都是他造成的，所以很难评价拿破仑。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把他比喻成凶残压迫的独裁者，20世纪的希特勒和斯大林，或他们的洋贯版本，如萨达姆侯赛因或卡扎菲上校是严重的不公平的。拿破仑是独一无二的，并且证明了一个人被赋予了权力，情况可以改变历史。成功提示：拿破仑确实是19世纪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充满了令人惊奇的转折和成就，他的影响深远，不仅体现在他的军事才华上，也体现在他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上。拿破仑在军事上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他以出众的战略眼光和优越的指挥风格，取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胜利。尤其是在意大利和奥斯特里茨战役，他的战术革新和对军队的组织管理，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然而，拿破仑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战场上，他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改革同样重要。他制定的拿破仑法典对法国法律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促进了法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法治的发展。他推动了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并创建了索邦大学，这对欧洲的教育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拿破仑的城市建设和基础建设项目也为法国带来了长远的影响。他在巴黎的建筑热潮和对城市基础建设的投资，使得巴黎成为当时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他在塞纳河上建造的桥梁和河底的下水道系统至今仍在运作，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拿破仑有其不同的评价，并且他的统治也伴随着一些争议和冲突，但他在欧洲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的领导风格、军事天赋和对社会改革的贡献，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欢迎按赞订阅来支持我们的频道，请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将来更多的精彩视频了。感谢大家。